这是一间不到20平方的房子，挤满了没有合法居住权的男男女女，平均每个人只能分到1平米的地盘。男的做的都是农民工，女的靠提供肉体服务赚钱。一群人毫不避讳地挤在一起吃饭，旁边就有小姐姐隔着一张帘布毫不避讳地打扑克。他们居住在这里的目标只有一个，那就是活下去。故事发生在上世纪80年代的香港，那时候的香港欣欣向荣，遍地黄金，大部分内地人通过各种手段千方百计地偷渡到香港。小梦也是其中的一员。初到香港的她想谋一份生路，但根本没有人敢要她，因为小梦没有香港身份证，只要是被警察逮到，雇主是要被追责的。小梦去找亲戚收留，可是亲戚却不认她，还给了100块，下了逐客令。年轻气盛的小梦感觉受到了侮辱，钱没要，气呼呼地跑了。没有工作、没有收入的小梦不得不来到脏乱差的贫民窟里生活。这里的人错综复杂，有站街女，有偷渡客，还有一群社会底层的打工仔。他们挤在这间狭小的屋子里，晚上都没有办法翻身。小梦的朋友阿霞就是一名站街女，她马上就要去舞厅工作了。临走前，阿霞将自己的裙子送给了小梦。有了妈妈桑的收留，她这件裙子也没有了用处。受阿霞的影响，小梦也开始和一些男人接触。深夜，一个男人爬上了小梦的床铺，他指了指自己的身下，小梦只能默认了对方的行为。没有经济来源的她，只能靠这种方式赚取微薄的收入。即使在香港过得很苦，小梦也没有动过回去的念头。大城市的灯火通明，远比小梦家里的农村要好得多。这个女孩已经沉浸在国际都市的梦幻中。住在附近的老太太金姑告诉她，只要找个男人生个儿子，就能拥有香港居留权，总比每晚跟一堆男人睡在一起好。小梦的生活平淡无奇，直到一个叫阿良的男人闯入了她的生活。阿良是在周围混迹的古惑仔，整日靠赌博为生，但10赌9输，就算赢了钱也会被赌场老板追讨。这次阿良运气爆棚，赢了不少钱，但也惹来了老板的注意。阿良见情势不对，立马闪人了。老板的马仔在后面穷追不舍，情急之下，阿良闯进了小梦的房间。正在洗澡的小梦慌忙用毛巾遮住身体。等到马仔们离开后，阿良默默地站起身，替小梦拉了拉身上的毛巾，挡住了身上的风光。这次的偶遇也让小梦记住了阿良。某次回家时，小梦突然遇到了拦路的警察，要查身份证。关键时刻，还是机智的阿良帮小梦解了围。他对警察谎称两人是夫妻，还一口一个老婆叫个没完。就这样蒙混了过去。两个可怜人携手走在大街上。当阿良问起小梦今后的打算时，小梦却一言不发，表情满是茫然。他也不知道未来的路该怎么走。小梦一时冲动，产生了自杀的念头。他翻过栏杆，往疾驰的车流走去。阿良见状，赶紧上前拉住他。从这个陌生的男人身上，小梦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温暖。这个大陆来的女人为了拿到香港合法的身份证，唯一的方法就是和当地人结婚生子。于是她同意与求子心切的老头同居。在金姑的介绍下，小梦来到了老木匠的家里。当看见娇艳妩媚的小梦后，老木匠眼睛都直了。谈话间，老木匠的眼神也不停地在小梦身上游走，显然他对这个娘们很满意。老木匠答应小梦每个月给她500块钱，如果小梦能给他生个大胖小子，那么还会有额外的奖励。小梦急需用钱，也就答应了下来。只是这老头年龄有点大，行不行生孩子还是个问题。当晚他临时做了个木板床，两人在上面度过了一宿。对于小梦来说，老木匠和其他男人并没有什么不同，只要能留在香港这块土地上，小梦做什么都愿意。老木匠对小梦很关怀，他不仅为小梦买新电视、买口红，还带她去看拳赛。满心欢喜的小梦突然觉得擂台上的男人有些眼熟，仔细一看才发现，男人正是阿良。就在几天前，阿良参加了一场地下拳击比赛。阿良只有街头斗殴的经验，对于拳击他是一窍不通。不过阿良还是凭借着一股冲劲，乱拳打死了老师傅，获得了比赛的胜利。他的才能被拳击老板看中，老板决定聘用阿良，并许诺要把阿良送上香港地区的选拔赛。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后，阿良也走上了正式的擂台。台上的阿良被打得鼻青脸肿，倒下时他看到了台下的小梦，小梦的泪光鼓舞了阿良。为了在美人面前表现自己，阿良像是打了鸡血一般，几拳就击倒了对方。当他准备对小梦欢庆自己的胜利时，却发现小梦早已经离开。多日之后，两人再次相遇。这次阿良把握住了机会，两人像恋人一样在灯光下漫步。他们都有着各自的打算。阿良希望靠打拳出人头地，小梦则希望自己能帮老木匠生子，拿到香港的身份证。两人都对未来有着美好的期待。在晚风的撩拨下，小梦和阿良也正式走到了一起。从那天开始，他们开始偷偷幽会。阿良努力练习，争取早日实现对小梦的承诺。小梦则继续和老木匠过着表面夫妻的生活。木匠一心想要个儿子，他跟小梦保证，只要他能帮自己生个儿子，哪怕是一栋楼，他也给他买。
但小梦想要的只是一个香港身份而已。为了这个目标，小梦朝思暮想。在看到老母鸡下的鸡蛋后，小梦开心地将鸡蛋收起，然后给鸡蛋写了一段话。她希望自己是只下蛋的母鸡。蛋在香港出生，拥有合法居留權利，特此證明。晚上，小梦敷衍地应付了老木匠。白天，她则趁老木匠上班不在家，就和情人阿良出去约会。这个女人浑身是血，她没有喊人帮忙，而是默默地爬回了房间。她在香港是个黑户，一旦被人发现后送到医院，就会被遣返回大陆。为了让自己留在香港，女人做出了最痛苦的决定。阿良和小梦的感情日渐升温，两人甚至还明目张胆地在老木匠家偷情。一番云雨过后，小梦发现了阿良口袋里的身份证，这些身份证都是阿良打拳赢回来的，但小梦却不想要这些身份证，因为这些都不是自己的。阿良对未来的生活充满期待。他表示，只要自己打赢下一场比赛后，那就可以去美国争夺拳王的席位，到时候小梦可以跟自己一起去美国。然而小梦却有些犹豫。阿良看出小梦是舍不得那个老木匠，他调侃，就算生了还不知道是谁的种呢。这句话惹来了小梦的不快。老木匠对自己很好，小梦也是真心实意的想替老木匠生个儿子。就在两人嬉戏的时候，老木匠回来了。阿良慌忙穿好衣服，从阳台处溜走。此后的日子里，阿良更加刻苦的训练，他要迎战的对手是泰国拳王阿密莎。虽然对手实力强劲，但阿良也不是怂货，一心只想打败阿密莎，然后带着小梦去美国。可老板并不这么想，他已经买了阿密莎赢，如果阿良赢了，他就得赔很多钱。老板对下属的窃窃私语刚好被楼上的阿良听到了，他没想到自己的梦想在老板面前竟然会如此的廉价。阿良不甘心，比赛那天他全力以赴，连赢2局。这时老板的马仔出面提醒阿良，下一个回合要输给阿密莎。阿良听完后不置可否，接下来的2个回合阿良都输给了阿密莎，目前两人战成平手，最后一局的决胜局至关重要。就在中场休息的时候，马仔又跳了出来，传达了老板的旨意。老板又补了票，这次买你赢，只要打赢阿密莎，就捧他做新拳王。说着，马仔拿出了一瓶神仙水，让阿良服下，但教练强哥却偷偷将神仙水换掉，拿出自己的独家秘方，让阿良服下。看到对面的阿密莎也在喝神仙水后，阿良也豁出去了。最后一个回合里，被打倒的阿良不停地站起身，凭借着一股对小梦的执念，阿良一脚将阿密莎踢倒，最终击败了他。阿良也兴奋地在镜头前大喊：“小梦，我赢了，我要带你去美国。”本来生活好像在朝着美好的方向前进，但命运最后还是给了他俩沉重的打击，因为阿良服用了兴奋剂被查出，取消了比赛资格。阿密莎赢得了冠军。事后阿良才知道，原来老板早就预料到阿良不会听话，才挥下如此黑手，这就是不听话的结果。这还没完，老板还命令马仔用钢笔在阿良的伤口上多添几笔，狠狠地羞辱了阿良。现在的阿良失去了一切，他跌跌撞撞地去找小梦，但刚一进屋，他就看到老木匠趴在小梦身上。原来小梦一直在关注着阿良的比赛，在听到阿良呼喊自己名字的时候欣喜不已，在收拾好妆容后急急忙忙地出门要去找阿良，没想到一脚踩空，小梦从楼上摔了下去，直接导致了她的流产。小梦拼尽全力地爬回屋子，回来后的老木匠在失去了自己的儿子后变得无比疯狂，这也就有了阿良进门后的一幕。老木匠疯了，他拼命地打砸着家里的东西，阿良则抱起小梦来到了大街上，一位好心的大婶帮忙叫了一辆救护车。小梦知道一旦进了医院，自己的身份就会暴露，自己也会被遣送回大陆。此时一个不幸的消息传来，香港正式宣布不再给在港生子的女人颁发身份证，两人瘫坐在路边。现在他们都失去了梦想，唯一能做的就是紧紧拥抱在一起，相互慰藉。不远处传来了救护车的声音，两人最终的命运如何，我们也不得而知。我们只知道他们为了实现自己的梦想不断的努力，但最后却还是受到各种势力的摆布而梦碎。现在好多在大城市里打拼的年轻人，其实跟他们是一样的，为了梦想，为了生存，与一群人租住在地下室，每天省吃俭用。城市的高房价让他们不敢奢望，工作的艰辛让他们奔波在城市的各个地方，绝望、疲惫，物质的匮乏支撑不起理想的愿景。只愿你不要放弃努力，早日得到自己想要的。本期的故事就到这里了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